避免买回家觉得难用，丢在那边变成大型垃圾，变成一个形状很奇怪的巨型垃圾，那它还只是一个折起来的垃圾。Hello， 大家好，我是米六。卧推椅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网络上一查，从600块到几万块都有。而且更神奇的是，你一看卖家的产品介绍，每一个都像购物频道，说自己的卧推椅是最新设计、最棒、最稳。到底几百块的卧推椅稳定性真的够吗？花几万块买一张卧推椅就是盘子吗？是信仰吗？那今天就要来得罪厂商，过滤卧推椅的7大地雷，避免买回家觉得难用，丢在那边变成大型垃圾。那既然要得罪，我们就先得罪最大的。大家还记得我上一支打造居家健身房的影片里面，我买一张迪卡侬4500块的卧推椅吗？老实说，那张卧推椅已经被摄影师卖掉了。虽然它在这个价位上已经算是表现还不错的椅子，不过它在结构上还是有很多需要改进跟可以优化的地方。尤其是如果是以摄影师180公分的身高跟体重，再加上杠铃的重量来使用那张卧推椅的话，会感觉到更明显的摇晃程度。最后，因为在训练上担心会有安全性的问题，就还是把它给卖掉了。所以这支影片的心得也会考虑到男生的身材哦。那卖掉之后，我大概花了半年的时间，做了超多的功课，才找到我觉得满意的卧推椅。那我一开始也是直接在谷歌上搜寻卧推椅推荐，结果找到的大概就是那一些 AB3000、AB5000啊、游椅啊、马西椅。但他们好像在台湾都没有正式的代理商，所以你就没有办法找到可以试用的实体店面。这本来其实也不是什么问题，就是买得到就好了嘛。结果你打开卖家的评价一看，不得了了，有的说是假的，有的更扯，收到的根本不是订的商品。反正我是没有找到让我可以很放心买的地方，就是有点惨。然后我还想过自己从海外运回来，不过因为卧推椅很重，自己运回来那个运费真的很恐怖，况且还没有保固，也不能退费，所以自己运回来这个方法感觉也不可行。所以要买卧推椅的时候，第一个要考虑的就是价格。我记得我一开始想帮我的居家健身房添购一张卧推椅的时候，我想说，应该3000块左右就可以买到一张还不错、还堪用的卧推椅了吧。所以我就去迪卡侬试用了那张3000块的卧推椅，但是感觉它真的太阳春。我看它旁边那张4500块，我只要再加1500块就可以买到一张在椅背的调整角度跟稳定性上都相对更好的选择。OK， 所以我就把那张4500的买回家。结果那张4500的卧推椅在实际使用起来还是不尽理想。然后我在寻觅第二张卧推椅的过程中，我已经把买一张卧推椅的预算从一开始的3000变5000。觉得5000不够稳，再加到8000，再继续加到12000。我真心的觉得卧推椅是一个适合一次就到位的健身设备。比起你一开始先入手一张便宜堪用的，之后再把它换掉，买一张更进阶版的，不如一开始就直上，真的可以省掉很多时间上的浪费、金钱上的浪费，更重要的是心神上的耗损。所以在卧推椅的预算设定上，我是建议一次就到位，不要想说先买了之后再换掉。如果真的要买低于3000块的卧推椅，一定要先试用过，稳定性可以接受的再买，不然的话，你要把它丢掉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它就会变成家里一个很浪费空间的装饰艺术。第二个你要考虑到的就是钢材跟重量。钢材跟重量其实就是影响稳定性的最大因素。你可以很粗略从椅子重量来判断它使用的材料有多重，越重就越稳。那你可能会觉得可是我希望我的卧推椅重量不要太重啊，因为越轻的话我越好移动跟收纳。这个问题真的就是一体两面，因为卧推椅的重量跟它的稳定性就是非常密切的关系啊。一张卧推椅如果它的钢材细细瘦瘦，那它的重量当然就比较轻，那它的稳定度就相对弱，那使用起来产生摇晃的几率就会高很多。那我自己在选择卧推椅的时候，我会很在意卧推椅它本身的重量够不够重，因为它够重才代表它的钢材结构够粗壮，才够稳，才不会重量一上去，整张椅子就开始摇摇晃晃。这也是我上一张卧推椅的 lesson learn。原本我还想要强迫我自己习惯迪卡侬那张卧推椅的摇晃感，但是不光是训练起来你会觉得很不舒适、很不爽快，你是真的会担心这种摇晃的结构会在哪一次的训练中造成安全性上的问题。所以一张卧推椅稳不稳真的非常重要。对我来说，一张卧推椅如果它很稳，它就已经拿了80分了。一张好的卧推椅应该要有高的承重重量。
我们不仅要考虑到使用者的体重，还有他训练的重量，而且因为我们的训练重量是会持续的增加的，所以还要考虑到卧推椅它未来的扩充性。一般会建议一张卧推椅的承重最少要有250公斤。现在市面上很多主打可以折叠、折起来像折叠一样的卧推椅啊，它的结构是那种钢管式的结构，所以就相对细很多，那个支撑性就会很差，我就觉得很恐怖。第三个你要考虑到的是可调椅背，你在健身房会看到那种固定椅背不能调整的卧推椅，但如果是以居家使用为目的的卧推椅，一定要椅背是可以调整的。我是绝对不会买一张固定式椅背的卧推椅摆在家里，这真的太奇怪了，因为它的实用性太低又很占空间。可调式的椅背要注意可倾斜的角度多不多的问题，可以调整的角度当然越多越好，因为这样你在训练中才更能够可以找到适合你的训练角度，而且训练的变化性也更多。椅背角度的选择多寡，其实也会反映在价格的高低上面。那我觉得最少要有5个可调的角度才够，然后角度越高啊，越有可能不稳。这就像你住1楼跟住40楼，地震的时候感受完全不一样。所以如果可以适用的话，记得高角度跟低角度都要适用看看。第4，你要考虑的是单一功能性。很多时候大家买东西都希望用最少的钱买到最多功能产品，因为这样才感觉最划算嘛。但是卧推椅不一样，卧推椅反而是功能越简单越好。有的卧推椅为了让买家觉得很值回票价，就会加了很多附加的功能，但是它每一个附加的功能完整性大概只有30%，有的是角度不对，有的高度不对，有的是因为多出了这个结构反而影响到卧推椅它原本的稳定性。更惨的是一堆不好用的附加功能可能会让你的卧推椅体积变大，变成一个形状很奇怪的巨型乐，让收纳变得更复杂麻烦。第5，你要考虑到的是椅垫背垫。在挑选卧推椅的背垫的时候，绝对不可以太宽。如果卧推椅的背垫宽度太宽，我们躺在上面做训练，你的背就可能被背垫卡住，因而限制住我们训练中的活动度，就有点像是躺在地上做卧推的感觉。但是背垫也不能做得太窄太细哦，因为卧推椅我们就是需要躺在背垫上做各种训练动作。如果背垫的宽度不够宽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提供我们身体足够的稳定度，训练起来就容易摇晃，而且心里会很没有踏实的感觉，会很没有安全感。那一般来说，背垫的宽度只要是落在24到26公分这个范围里面，即使是女生使用起来也不会觉得太宽，那男生用起来即使大重量上去也不会觉得太晃，就是一个甜蜜点咯。再来是坐垫的部分，卧推椅的坐垫通常有分宽版跟窄版2种，我自己是喜欢窄版，就是坐垫在前面的时候它会有做小窄这样，我觉得坐起来顺很多，舒服很多，然后也不会卡大腿。它有个小地方要稍微注意的，就是在坐垫跟背垫中间的这个空隙不要太大。如果坐垫跟背垫中间这个空隙太大的时候啊，我们把背垫立起来做训练的时候，就会出现夹屁股肉的情况。第6，你要考虑的是收纳大小。卧推椅最让大家打退堂鼓的应该就是收纳问题了吧。即使训练的时候家里是可以腾出空间放卧推椅的，但是平常的时候大家应该都还是希望它能够变小一点，可以推到角落收纳起来，不要一直占着那个位置。我懂。所以如果你的空间很有限，你在挑选卧推椅的时候就要把可以收纳这一点考虑进去。有的是可以折起来放在桌子底下的，有的是可以立起来收纳的，但还是要很小心刚才提到的折叠椅。如果它很好收，但是它根本超不稳，那它也只是一个折起来的垃圾。反正就是得依照你可收纳的空间来做考量。然后因为卧推椅都有一定的重量，所以如果要可以收纳的话，我觉得一定要有下面带轮子的设计，这样收纳起来才更方便快速。最好的做法就是你先量好你可以收纳那个空间大小，再跟卖家确定这个椅子折叠起来的大小是不是放得进去，确定可以放得进去，再决定要不要购买哦。第7，你要考虑的是售后服务问题。关于这一点呢，我在实际买卧推椅之前其实没有这么大的体悟应该也是因为卧推椅是我健身设备里面第一件大型设备的关系。因为我买的都是一些健身小物啊，即使有一些瑕疵，只要不影响功能，我都觉得没有关系，所以不需要具备这么严谨的售后跟安装的服务。但卧推椅这种产品啊，它就是很可能因为你在安装上很简单的一个左右螺丝松紧不平均，就产生很不一样的产品使用体验。而且卧推椅它就是一个需要一段时间使用之后才会发现问题在哪的东西。
所以购买的时候，厂商可以提供怎么样的售后服务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产品在使用过后，如果发现问题，我们使用者找得到人解决问题。如果能够提供这样的服务，买贵一点，真的我也愿意。那最后就要来好好分享一下我的第二张卧推椅啦。这张卧推我一开始会选它，单纯就是因为它是台湾的品牌，台湾制造。然后商品如果有问题，它还有售后服务，比较安心。虽然它还是有它自己的问题，但我从今年6月开始用它到现在，我是蛮推荐的。它的品牌叫做川钢铁剑事务所。那我一样没有收它的钱，就是单纯推荐支持一下台湾的品牌这样。跟先前那张卧推椅相比啊，它超稳。是超级稳的那种，我可以在它上面做很多踩跳的动作，我都不用担心它会垮掉。它官方是说它可以承重500公斤。就我觉得它坏掉之前，我的木地板应该会先坏掉吧。那因为它的稳定度啊，让我上肢训练的内容可以更丰富多变，也让我更有训练上肢的动力。那这张卧推椅的椅背啊，它是可以下斜的，总共有8个可调角度，我觉得非常的够用。然后它是这种可以快速调整的方式，它连坐垫啊都有3个角度可以调整。然后它的坐垫泡棉也算是蛮厚的，我觉得坐起来很舒服，踩上去的稳定度也很 OK， 不是那种软软踩上去你很怕脚会拐到的那种软泡棉。那它的移动跟收纳方式呢？它的折叠步骤，因为看起来很重，又很多机关的感觉，我一开始很紧张，很怕我漏了哪一个步骤，我就会断手断脚。不过这是真的有可能的，所以在操作的时候都要非常的小心。不过我实际操作2、3次之后就都很顺手了。你看它的插销这么粗，看着就觉得很放心。在平常是可以这样提起来，移动到你想要的位置，它也可以打扁，像这样子。折扁之后，下面的轮子很好撸，还可以像这样子，像撸车一样哦。床底下如果有收纳空间，你就可以把它推进去放，而且它还可以立起来。而且最屌的是，它立起来之后，它还是可以撸。我觉得这个产品设计师，他应该之前是设计车子或者是推车的吧。然后这张卧推椅啊，因为它的钢材非常的厚实，它的重量大约是50公斤，几乎是市面上卧推椅的2倍重了吧。但是别怕，像是我160公分、50公斤的女生，操作起来也是很轻松，没有任何问题。毕竟它就是一台车子嘛。那它的缺点嘛，应该就是它的高度了吧？因为就像我之前有提到的，卧推椅的高度其实要搭配使用者的身高，但是目前市面上卧推椅的高度，对于我这种维哈迪来说，都还是稍微高了那么一点。所以这张卧推椅目前让我最隐恨的就是，它明明稳的跟什么一样，照理来说用它来做臀推动作，爽度一定很高。但是因为它的高度对我来说偏高，所以我没有办法用它很顺的来做臀推这个动作。另外一个缺点是长度。这张卧推椅它的背垫长度是103公分，所以相对占的空间长度也就比较大。连摄影师180公分的男子使用起来，头顶都还是有大约1个手掌的未使用空间呢。所以它的长度真的有点过长，如果可以减个5到8公分就更好了。但如果你的身高是185公分的话，这就不是缺点了，是优点。好，那今天影片就是这样。如果对卧推椅还有任何问题，欢迎在下面留言，我会尽快回答。频道上还有更多健身相关的影片，都可以从这边点进去看。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